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一提到周公解梦，心里其实都有一点矛盾，一方面觉得好像不太可信，另一方面却又忍不住想知道昨晚那个梦到底在暗示什么。梦醒之后，天还没亮，人却已经醒了。有些画面明明不真实，却偏偏在心里停留很久，甚至一整天都会被那个梦牵着走。古人说梦不是空来的，周礼里提到梦有感而发，意思是人白天经历的事，心里起的念都会在夜里换一种方式出现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梦准不准，而是你最近正在经历什么。很多人以为只有特别离奇的梦才有意义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平日里反复出现的梦才最值得留意。比如走路，梦里你一直在走，却怎么都走不到目的地，街道很熟，却总是绕回原点。这类梦在周公解梦中并不被看作吉或凶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镜子照的不是未来，而是你现在的状态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说，众生昼行妄念，夜现妄境，意思是白天放不下的，夜里就会变成画面。你是不是正在努力，却看不到结果？是不是做了很多事，却始终觉得哪里不对？梦里的路走不完，并不是在预言失败，而是在提醒你的心已经有些疲惫了。再比如梦见回到过去，回到小时候的家，回到已经很久没联系的人身边，甚至回到一段你以为早就放下的关系。庄子里有一句话说，人生如梦，不是说一切虚假，而是说执念最容易在梦中显形。这些梦并不是要你回头，而是在告诉你有些情绪你还没真正走完。佛家讲因缘，有些缘已经散了，可心还停在原地，于是梦就替你走了一趟旧路。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梦，梦见找东西，找鞋，找手机，找回家的路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在周公解梦的体系里，找不到并不等于失去，反而更接近迷失。你最近是否对某些选择感到犹豫？是否在迎合别人，却慢慢忘了自己想要什么？梦里的寻找其实是内心在问一句话，我现在走的是我的路吗？佛经里讲，心不安则梦不静。人一旦偏离内心，梦就会开始提醒，有时候提醒的温柔，有时候提醒的反复，还有梦见坠落，突然从高处掉下，心猛地一紧，人就醒了。很多人害怕这种梦，以为是不祥，但古人看得很清楚，坠落的梦往往出现在控制感减弱的时候。你可能最近承担了太多责任，也可能一直在强撑。梦里的下坠并不是要你失败，而是在告诉你，你已经很久没有放松了。佛家说，一切苦皆从直来，抓得越紧，越怕掉下去。所以梦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你体验那一刻，让你知道松手并不一定是坏事。平日的梦往往不吵不闹，它们不像噩梦那样惊人，却会反复出现，轻轻敲你，不是要吓你，而是怕你听不见。真正懂周公解梦的人从来不急着解释，而是先看这个人最近的生活。梦不是天机，梦是回声。你白天怎么活，夜里就怎么回应你。如果说第一层的梦是情绪的回声，那么更细微的地方往往藏着你对现实的态度。很多人会梦见水，不是大风大浪，而是日常可见的水，一条河，一片湖，一场不大的雨。在周公解梦里，水从来不是单一的象征，它不只是财，也不只是情。
水更像人的心，清澈的水多半出现在内心相对平静的时候，哪怕现实并不轻松，可你对现状是接受的。浑浊的水则往往和纠结有关，不是外界太乱，而是你心里有太多没说出口的话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说，心如水，水不动时，月影自明，水一动，影像变乱。所以梦里的水其实不在说环境，它在说你怎么看待这一切。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梦，梦见自己迟到、赶车、赶飞机、赶一场重要的事，怎么赶都来不及。这种梦在现代人身上特别多，古人也记载过。周公解梦里提到，急而不达，多与心有关。你是不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？是不是常常担心自己落后了？是不是一边走一边怀疑自己？梦里的迟到不是在说失败，而是在放大你的焦虑。佛家讲当下，可真正做到当下的人很少。人一旦活在未来，梦就会把这种慌张呈现出来。还有梦见被追，不一定是人，有时候是一种模糊的东西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只知道不能停。这种梦在周公解梦中并没有具体指向，因为他追的从来不是外物，他追的是你没面对的那部分自己。你也许在逃避一段对话，也许在拖延一个决定，也许明知道该停，却还在往前冲。佛经说，业随心转，你不看它，它就跟着你。梦用追逐的方式让你意识到，再跑下去只会更累。还有一些梦看起来毫无波澜，梦见吃饭，梦见整理房间，梦见和人闲聊。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梦没意义，其实恰恰相反。周公解梦里把这类梦看作心境的反应，不是大起大落，而是一种稳定状态。如果梦里的饭吃得安稳，房间收拾得顺手，那往往代表你正在慢慢找回秩序。佛家讲修行不在远处，就在日常。梦也是一样，最普通的画面反而最真实。当然也有梦会让人醒来后心口发紧，梦见失去，梦见分离，梦见已经离开的人再次出现。很多人会问，这是不是预兆？古人对此看得很清楚，梦见失去多半不是要失去，而是你害怕失去。你越是在白天压住这种恐惧，夜里它越会自己跑出来。佛经里说，爱别离是人生常态，可真正接受的人不多，所以梦就替你演练了一次，不是为了折磨你，而是让你慢慢适应。平日里的梦从来不是神秘的符号，它更像一封没有署名的信，你不拆它就一直放在那里，你看懂了它就会安静下来。而在更深的一层，梦开始不再只是反映情绪，它会轻轻指向你正在形成的习惯。那是周公解梦里很少被提到却极其重要的一部分。当梦开始重复出现的时候，它的意义已经不只是情绪的投射，而是习惯的显影。很多人会有同一个梦，一做就是好几年，场景几乎不变，人物也差不多，只是细节在慢慢改变。周公解梦里对重复的梦并不多做吉凶判断，因为这种梦已经不属于偶然，它更像一种心性的轨迹。佛经里说，心行久了就成了业，业久了就成了路，梦就是那条路在夜里的样子。有人反复梦见自己站在门口，门是开的，却迟迟不进去。这种梦往往出现在人生的转换期，换工作之前，结束一段关系之前，或者明知道该改变却还没准备好的时候。梦里的门并不是机会，而是选择。你不是不能进，
而是还在权衡。佛家讲因缘成熟，不是逼出来的，是等出来的。所以梦不推你，只陪你站着。还有人总是梦见自己在教别人，讲道理，指路，劝人放下。醒来后却发现现实里最乱的恰恰是自己。这种梦在周公解梦中被视为心愿的反照。你越是想明白，越是容易在梦里扮演明白的人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说，未度己先度人，并不是错，只是累。梦让你看到这一点，不是要你停止帮助别人，而是提醒你别忘了自己。也有一些梦看似毫无逻辑，场景不断跳转，人物一会儿认识一会儿陌生，像在看一部剪辑混乱的电影。这种梦往往出现在心念分散的时候，事情太多，想法太杂，你还没来得及消化，新的又来了。周公解梦里把这类梦看作心乱之象，不是坏，只是提醒。佛经说妄念如缘，一刻不停，梦只是如实呈现，你白天有多散，夜里就有多跳。但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一种看似平静的梦，梦里没有冲突，没有追逐，没有恐惧，你只是坐着看着远方，或者什么都没做。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梦没内容，但古人却很重视。周公解梦中提到，梦中无事，心中有定，意思是当心不再急着处理问题时，梦也会慢慢安静下来。佛家讲止，不是停止生活，而是停止拉扯。当一个人开始接受现状，不再急着证明，不再急着对抗，梦就会变得简单。不是因为你没事了，而是你不再和事情纠缠。所以真正的变化往往先发生在梦里，不是突然的，而是一点一点。梦开始不再提醒，不再追逐，不再反复，那不是因为人生变顺了，而是你开始顺着自己走了。而在最后一层，我们要回到一个很多人最在意的问题，梦究竟会不会预示未来？这一点周公解梦说得很含蓄，佛经说得更直接。很多人问，梦到底会不会预示未来？这是所有解梦里最容易让人走偏的问题。周公解梦并没有明确告诉你梦一定会发生什么，它更多是在描述一种倾向。古人很清楚一件事，人不是被梦带着走的，而是先怎么活，梦才怎么来。佛经里说未来未至，意思是未来不是固定的结果，而是正在形成的方向。梦看的正是这个方向。如果一个人长期梦见逃离，梦见躲藏，梦见不断更换地方，那并不是在预言漂泊，而是在说明这个人的内心还没有安住。如果一个人常常梦见准备、收拾行李、整理物品，哪怕梦里没有真正出发，那也不是巧合，那说明改变已经在心里发生了。周公解梦里有一句很少被提起的话，梦兆未必应，心行定其果。意思是梦只是迹象，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醒着的时候怎么过日子。佛家更直接，他几乎不鼓励执着于解梦，因为一旦执着，人就容易把责任交出去，把选择交给象征，把犹豫交给预兆。可佛经反复讲的一件事是觉不在梦里，在醒时。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预测，而在于照见。照见你现在执着什么，照见你正在回避什么，照见你已经厌倦了什么。当你看懂这一点，梦自然就不会再吓你。很多人发现一个现象，当生活慢慢稳定下来，当内心开始有秩序，梦反而变少了。不是因为没有梦，而是梦不再需要大声说话。
佛经里有一句很温柔的话，说心安之处即是归处。当一个人开始安住当下，不急着解释一切，不急着预知未来，梦就完成了他的工作。所以真正懂周公解梦的人，最后往往不再解梦，不是因为不信，而是因为明白。明白梦不是答案，明白梦只是提醒，明白夜里的画面是为了让你白天活得更清楚。如果你最近梦很多，别急着查吉凶，也别急着对号入座。你可以问自己一句话：我最近在哪一件事上没有好好对待自己的心？这个问题比任何解梦都重要。梦会来，也会走，这一刻醒着的你，才是真正能改变一切的人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梦不是在告诉你会发生什么，它只是提醒你，你正在走向哪里。当你开始醒着走对了路，夜里自然就安静了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